一群小混混当街欺负漂亮大姐姐，其中一个还想上手，结果下一秒就被路过的不良少年一拳打飞。这就是你4月必看的大全新番《防风少年》。男主殷瑶因为天生阴阳头加阴阳眼，从小就被身边的人霸凌。拜托，这个发型和瞳色真的很酷的好吧？只能是那些人没品，因为被霸凌，再加上经常被诬陷，殷瑶可以说一直活在恶意中。于是干脆孤身一人来到了传说中不良盘踞的城镇。没想到刚来就看到妹子被欺负，直接上去把老大打翻在地，接着非常有武德的报上姓名：枫林高中殷瑶。将小混混赶跑后，殷瑶扬长而去，大姐姐连忙追上去道谢。殷瑶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什么跟我道谢？我又不是特地出手救你的。好家伙，原来是个傲娇。作为答谢，刚好是餐厅店长的大姐姐秦叶就邀请殷瑶来店里吃饭，亲手为她做了一份蛋包饭，又讲起了这个城镇的情况。其实在不久前，这里还是传说中那个治安很差的小镇，经常有集团或者帮派打群架，态度太和善，让殷瑶不太习惯。毕竟她从小到大接收到的都是恶意。话虽如此，还是乖乖吃了秦叶给她的蛋包饭，顿时惊为天人。得到不能外带的答案后，又露出失落的神情。而秦叶自然也注意到了殷瑶那与众不同的发色和瞳色，殷瑶都已经准备好接受嘲讽了。然而大姐姐却凑近观察，惊叹不已。唠了一会儿，差不多也知道这孩子是咋回事了。殷瑶来到枫林高中，是因为听说这里是不良聚集地，每天都在发生斗争。她想做的就是爬上枫林的顶点，反正她也只是一个除了打架外一无是处的底层讨厌鬼，赌上第一的宝座，打架不是很棒吗？简直就是人渣之王的决定战。这殷瑶觉得非常适合自己，这小子果然自视甚低，对自己毫无认同感。可秦叶却误以为他是因为马上要入学枫林高中太过兴奋，才提前1天就穿上了学校制服。殷瑶瞬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毛，气急败坏的否认。这时店里的老爷爷打招呼离开，殷瑶看到桌子上落下的袋子，就拿起来还给了老爷爷。老爷爷还给了殷瑶一把糖作为感谢。一听到自己又被感谢，殷瑶顿时小脸通红。他可是坏人、人渣、不良少年，怎么能天天做好事被感谢呢？承认吧，小伙子，你已经善惰了呀。什么？我做好人？真的假的？那种事情不要啊。其实殷瑶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。他之前捡到钱包还给失主的时候，还被对方怀疑是他偷走的，结果老爷爷接过袋子，连检查都不检查一下，就给了糖果感谢他。秦叶忍不住心疼起这孩子，感慨他来上枫林是正确的选择，不过他是绝不可能爬上枫林的顶点的。哪怕他打架是真的很强，但是他是孤独一人呐。这句话勾起了殷瑶的痛苦回忆，他不甘心，孤独一人又怎样了？他偏要独自一人爬上顶点给所有人看。殷瑶离开餐厅来到了街上，之前被暴揍的小混混带了更多的人过来复仇，他们在街上打砸抢掠，摊贩居民们都躲回家不敢出来。殷瑶懒得搭理这群小混混，准备直接无视掉，却被老大拦住。他凑近观察了他的发色和瞳色，发现都是真货，立刻开始嘲笑起来：你小子怎么跟猫一样啊？来，喵喵叫2声，还露出嫌恶的表情说真恶心。殷瑶习惯了这样的评价，甚至对他来说这才是正常的反应。对面的小混混还在聒噪，殷瑶的脑海中还盘旋着秦叶的那句话。愤怒的他一拳砸向混混老大的正脸。他知道自己的长相奇怪，但他欠那些人什么了吗？凭什么要被他们充满恶意的评价？殷瑶把长久以来的愤怒和不甘全部发泄了出来，这绝对是4月番最爽的战斗。殷瑶以1敌100，直冲上去一脚踹翻一个，踩着那人一跃而起，空中回旋踢又踹飞一个，剩下的几个人一起围上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拳拳到肉的战斗打得混混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，哪怕上球棒也没用，于是干脆来阴的。其中一个人从背后抱住殷瑶，结果还没等其他人一拥而上，殷瑶就用手肘将那人砸得不得不松手，然后反手一拳。有混混看他们加起来也打不过这一个人，赶紧跑到餐厅把秦叶给掳了过去当人质，还得意洋洋的嘲讽：你们枫林的人只要镇上的人被当成人质就不敢动了吧？结果殷瑶飞身一脚就把混混踹翻，他是真看不起这些打架动刀子的。不过接下来他的确陷入了苦斗，因为要一边战斗一边护住秦叶，虽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没想到还有人拿刀偷袭，把他脚踝划破了，局势瞬间逆转。殷瑶护住秦叶，眼睁睁看着球棒砸下来，而千钧一发之际，居然有人护在了他面前。来人同样穿着枫林高中的制服，跟秦叶还很熟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另外几个枫林高中学生。黄毛直接夺过球棒，一把掰折，另外几个也是打架好手。片刻之后，
就把那群混混狠狠地揍了一顿，还让受伤的殷瑶一边去，就连居民们都开窗为他们摇旗呐喊。殷瑶一脸懵逼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秦叶这才告诉他，是枫林高中的学生改变了这座混乱的城镇，他们在城镇入口立了块板子，上面写着进入之后的规矩：伤害他人者、破坏物品者、怀抱恶意者，不管有多少人，防枫林都会将他们肃清。结束之后，居民们纷纷围上来感谢大家。殷瑶看着不远处的他们，陷入了迷茫。原来即使顶着那样的外表打架，也是不会被他人畏惧或者避开的吗？甚至还能获得肯定。那他一直以来的辛苦算什么？但是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殷瑶，也跑来称赞他一开始的勇猛，还有老奶奶也为他包扎伤口。挂了，这下真的要闪躲了。可是接受的话，不是等于否定了从前的自己吗？看到他露出排斥的神情，秦叶亲自蹲下来，告诉他，这个城镇的大家都需要他。他知道殷瑶对其他人并没有死心，不然怎么会救他？又怎么会把袋子拿给老爷爷呢？而他也不需要死心，毕竟这里的人都会正视他呀，自然也希望他能正视他们。殷瑶不知道该如何抒发心中奇怪的心情，于是直接冲出去，飞起一脚将混混老大踹得连连打滚。除了打架外，一无是处的底层讨厌鬼成为城镇英雄的故事终于拉开了序幕。虽然嘴上说着我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殷瑶就是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做好事儿。他把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背到了秦叶的咖啡厅，作为奖励，秦叶送了他一份新鲜蔬菜的三明治。枫林高中的开学典礼是下午，现在才上午10点。秦叶瞬间看透了这小子其实很兴奋，刚好店里来了个同为新生的黄毛，就是一上来就给大家行了个大礼。黄毛名叫于锦秋燕，是个自来熟。他自然也是一眼注意到了殷瑶与众不同的发色，殷瑶都做好要被嘲讽的准备了，结果却被问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呀？不然怎么会少白头啊？秦叶在一旁乐得哈哈大笑，给他们俩互相介绍了一下。于锦是个万事通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殷瑶的名字，随口问了句，这种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会来这个城镇啊？殷瑶气得指着于锦说不出话。秦叶，你看他。而于锦最崇拜的就是防枫林，他们为了守护城镇挺身而出，帮助弱小，除强扶弱。来枫林的人基本都是冲着那些前辈来的，所以于锦很好奇，像殷瑶这种又是外地的，又跟城镇没有什么联系的，为什么要来枫林高中？那当然是为了立足于那些强者之上啊！殷瑶平时就喜欢把这个挂在嘴上，但于锦并没有当真，因为他知道那些前辈有多么恐怖。说完后，于锦就风风火火的离开了，说要在开学前在镇子上巡逻3圈，毕竟从今天开始他也是正义的一方了。殷瑶不屑一顾，在他看来，于锦肯定是那种打起来马上就会逃跑的家伙。秦叶却教育他，看人不要只看表面，却被殷瑶误解为难道那家伙其实很会打架吗？秦叶都无语了。离开咖啡厅来到街上，殷瑶又被面包店的员工拦住了，非得送他个面包作为昨天的谢礼。之后的一路上都有昨天的摊贩对他道谢，还送他东西。殷瑶什么时候受到过这样的待遇？情不自禁就被镇上的人打动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姐姐慌慌张张的跑来求救，看到他穿着枫林高中的制服，就赶紧把他拉到小巷子里。原来刚刚又有小混混调戏大姐姐了，这次是被于锦撞上。于锦明明不会打架，却还是见义勇为了，被小混混拉到巷子里暴揍。即便如此，也还是一次又一次站了起来，甚至还在背诵枫林守则，死死抓住老大不撒手。关键时刻，殷瑶终于赶到了，一脚就将那个小混混踹飞。那狂傲的神情看得小混混们怒从心中起，结果一拥而上后全被打趴了。于锦被震撼到了，忍不住诉说起了自己的过往。原来这也是个苦孩子，初中的时候被当成跑腿小弟，天天挨打。当时就是枫林的人出手救他，从那时候他就憧憬起了那些人，所以哪怕知道自己依旧是个弱者，也义无反顾的来了，并且加入其中。至此，殷瑶终于明白秦叶说的是什么意思了，这小子也不算很逊嘛。当然，一被大姐姐夸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因为受到了帮助，于锦打算把殷瑶也记到自己的小本本上，像个跟踪狂一样打听身高、重和三围。殷瑶一听说于锦会把自己觉得很帅的人都记上去，顿时就羞红了脸，任由这个新收的小弟带自己去学校。枫林高中果然很有热血高校的感觉，墙壁上到处都是涂鸦，分班情况已经贴出来了，两人刚好在一个班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班还有不少很厉害的人，其中甚至有一个于锦极为恐惧的存在。所以在进去之前，他不抱希望的请求殷瑶，请用友善的态度和班上同学们相处。正巴拉巴拉说着理由和注意事项呢，殷瑶那边就开始热身，准备大干一场了。毕竟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，得先做好准
准备呀？他可是为了靠打架爬上顶点才来的。说完后就直接推门而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们吸引。率先过来打招呼的是个独眼小帅哥，阴阳立刻摆出战斗架势，结果对方只是笑眯眯的做了个自我介绍，说叫莱奥纳多·迪卡普利欧。这一下给阴阳整不会了，啥外国人？没见过世面的小男孩顿时兴奋起来，还说起了蹩脚的英语。没想到对方是骗他的，他就是日本人，真名叫苏方隼飞。他又说自己的右眼封印着古代中国的恶灵，当然其实是以前打架受的伤。天真的相信了他的阴瑶气急败坏，想要上去打架。你小子欺负我读书少是吧？而苏方的表情和声音都变得严肃了起来，说要先谈谈阴瑶的问题。两人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，下一秒苏方就乐呵呵拍着阴瑶的肩膀，称赞他昨天的勇猛表现。阴瑶人都傻了，其他人听说了昨天的事情后也纷纷围了上来称赞阴瑶，直到有人好奇阴瑶明明是外地人，为啥会来到枫林高中。阴瑶不出意外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，气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又一个新生进来了，这个是学校最危险的人，山下金太郎。一上来就一拳砸向阴瑶站的位置，其他人立刻四散跑开，于景也被苏方抓住，但阴瑶却很兴奋，来的第一天就碰上这种强敌，让他忍不住期待之后的生活呀。阴瑶和金太郎的战斗一触即发，旁边还有个苏方在拱火，打起来打起来。苏方还好心提醒阴瑶一下，结果金太郎的拳头已经飞了过来，阴瑶迅速侧过身躲开这一击，但对方紧接着左腿上踢，一脚就将桌子踹烂，拳头就紧随而至，每一击都裹挟着令人心惧的力量。好在阴瑶身形灵巧，面对金太郎的扫堂腿也是立即跳起来，结果落地的时候脚一滑，仰着倒了下去。偏偏此时金太郎的重拳袭来，阴瑶顺势下了个腰，双手撑住地面，接着双腿悬空对准金太郎的下巴猛踢，两个后空翻拉开距离后轻巧落地，还整了整衣服，帅就一个字儿。金太郎为什么会对阴瑶要爬上枫林顶点的话这么生气呢？因为他是现在位于顶点的男人的狂热信徒，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外地来的臭小子随随便便的超越偶像呢？眼看两人还要打，广播里突然传来了5条5的声音，各位恭喜你们入学，很好，很有精神。阴瑶却不以为意，管你是谁，绝不能打搅我的战斗。结果扭头一看，刚才还狂得不行的对手，此时竟乖乖立正，满脸庄重。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态度和表情，气氛瞬间就变了。很明显，他们都打心底里尊敬着那个男人梅公一，防风林的总代表，也是阴瑶不认识却想要超越的男人。他瞬间就激动了起来，可是这个顶点怎么听起来像个笨蛋，还让他们一定要挥洒青春。哎呀，肯定不会有人开学第一天就打架吧。金太郎赶紧把脸上的血擦干净，招呼打完后，梅宫的声音就正经了起来，让他们去守护城镇和自己重要的东西，不要辜负防风林的名号。大家齐声喊了声是。阴瑶有点迷茫，打架打得厉害就可以让手底下的人这么团结吗？结束之后，面热心黑的苏方又过来看热闹，让阴瑶和金太郎握手言和，走那种青春风，三言两语就拿捏了两个小笨蛋。于是为了不让梅宫哥对自己失望的金太郎率先朝阴瑶伸出了手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要跟他握手。阴瑶百般纠结后还是握了上去，不错不错，很青春。握完之后，阴瑶就被几个同学围起来了，大家就像青春男高一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刚刚的打架。这种事情阴瑶一点也不习惯，但也一点都不讨厌。很快新生们就全都被叫出去了，而安排给他们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刷墙。阴瑶人都傻了，我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时间回到半个小时之前，在操场上集合之后，由学长钟哥给他们训话。阴瑶想起来昨天帮忙打架的也有这个人，刚说出秦叶的名字就被捂嘴。钟哥再次提醒他千万不能说出秦叶受到危险的事情。说完后就开始胃痛，掏出了几片胃药直接生吞。这个钟哥也是个厉害角色，乃是防风林的4天王之一，仅次于梅宫的存在。4天王的每一位都像是领导3个年级各一班的队长，4个队伍分别是他们所在的多闻众和持国众、增长众和广目众。接下来就是分组出去巡逻了，每个学长都负责带4、5个新生。好巧不巧，阴瑶这组全是熟人，而且还是跟着钟哥。结果阴瑶和金太郎又一言不合差点打起来。
苏芳忍不住感慨，钟哥真像幼儿园老师。在路上，钟哥继续教育这群问题儿童，他们打架是为了守护他人，所以哪怕是穿着制服这样走在街上也有意义。这时一个老奶奶爬梯子想干活，钟哥看见连忙过去阻止，他们自然得把活接过来，作为感谢和奖励。老板送了他们1人1个鲷鱼烧，即便如此，英瑶依旧是兴致缺缺，毕竟没架打，兴奋不起来呀。不知不觉几人快要走到酒吧街了，这里恰好是防风林和其他集团的地盘交界处。高架桥的另一头的统治者是将力量视为绝对信仰的狮子头连。阴阳一听就来了兴趣，这个组织才符合他对不良的想象嘛，哪有天天做好人当好人的不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3中制服的学生正逃命一样跑出来，后面还有群穿橙色制服的人，看样子3中学生撑不到穿过高架桥了。钟哥正准备出手拉他一把，阴阳和金太郎就默契的一跃而起，双双将那人踹飞。阴阳还特别自豪，反正是对面先动手的，我们这是正当防卫。被踹倒的那个人的同伴却还在幸灾乐祸，一点同情都没有。阴阳有些不理解，这时又有一个人走过来，刚刚开嘲讽的俩人瞬间就老实了，因为这人乃是狮子头连的副总长石龟条。这个石龟动作和说话都慢吞吞的，看起来还跟钟哥认识。两方老大还没说话呢，刚刚挨了一踢的人抹不开面子，过了高架桥就是他们狮子头连的地盘。刚刚防风林的行为只是相当于侵犯他们，那人还在叫嚣，却在下一秒被石龟一板砖砸在头上，然后拎起来狂揍。什么我们的地盘，你都被打趴了，这么弱也配跟我们？没错，在石龟眼中，弱小的家伙根本不配成为他们的同伴。最后居然还是钟哥看不下去，出言阻止。石龟还在那里振振有词，弱小的人他们狮子头连不需要。阴瑶原本还对他们有点兴趣，一看是这样，真让人失望。被这么嘲讽，石龟也不生气，反而把注意力放到了阴瑶的头发上，还给他取外号叫黑白旗。两人说话，一个贼快，一个贼慢。石龟居然是在为阴瑶的语速而生气，宣布一定会找个机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这下两个组织算是彻底杠上了。钟哥拼命掰胃药，于景也激动的不行。不过就算阴瑶没挑衅对方，这件事也不可能到此为止。钟哥带着几个人去找梅公汇报，阴瑶忍不住好奇这个梅公是什么人，一上天台发现居然是个种菜老头，就这还最强。阴阳随便吐槽了一句，就被金太郎揪脸子教育要叫哥。梅公自己倒是不在意这些事情，最终还是那个3中学生自己站出来解释。一开始他发现商店街有人偷东西，为了抓小偷，不知不觉就跑到了狮子头连的地盘，最后还是多亏阴瑶和金太郎救了他，却没有想到会成为防风林和狮子头连之间的导火索。梅公却反而向他道谢，感谢他守护城镇和镇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这些大哥哥吧。得知阴瑶和金太郎把对方一脚踢飞后，乐得不行。阴瑶下意识解释，都怪那些家伙说什么视力量为绝对信仰，却痛扁弱者，他觉得很逊才出手的。梅公开心地摸了摸阴瑶的头，表示自己也是那么想的。金太郎投来了嫉妒的目光，阴瑶也觉得自己开始不对劲儿起来，怎么浑身上下不自觉就放松了呢？连耳根子都在发烫。他总算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被这个男人吸引了。这时钟哥接到了个电话，对面话还没说完就挂断了，因为正被狮子头连的总长富尔山丁子揪着头发拖到了楼下。好家伙，直接打上门了。富尔山拿大喇叭吆喝着梅公的名字，喊他下来跟自己决斗。于景听到对面总长直接上门，慌得不行。阴瑶却十分兴奋，总长啊，那应该比上次那个副总长更强吧。突然他感到灵魂一阵战栗，回头一看，梅公他们已经套上外套下楼了。阴瑶几人也赶紧跟上，准备下去的时候，梅公让他们就在那里等着。阴瑶当然要反驳，梅公却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不会再讲第二次。”和刚刚的种菜老头完全不像同一个人。阴瑶的脚甚至无法继续前进，反倒是狮子头连的总长看起来更加的轻松愉悦，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和梅公单挑了。毕竟这次可是防风林先动手的，但梅公并不打算挑起两个组织的战争，更何况兔儿山已经一路打过来了，已经足够了吧。兔儿山不想就此罢休，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，他只想和梅公打一架而已。
直接猝不及防一记飞踢，却被湄公站着不动，一把抓住脚踝。其实他倒也不是真想打架，只是想要湄公而已。自从兔儿山爬上顶点之后，就觉得一切都很无趣。可是同样爬上顶点的湄公看起来每天都很快乐，所以他要将防风林连同湄公全部纳为己有。湄公总算听明白了，问兔儿山是不是很难受，还不等兔儿山问什么意思，狮子头连的其他人就也抵达了。阴瑶他们自然要过来给自家老大撑场子，不然难道要在他们自己的地盘看老大被围攻吗？湄公也无奈地笑了一下。防风林的其他人也在楼上虎视眈眈，湄公不想把所有人都牵扯进来，跟兔儿山提出双方部下都后退，他们俩单独聊一聊。兔儿山的小弟们却不乐意，率先出言嘲讽。阴瑶这边自然不可能任其羞辱，没想到苏芳看着是个阴险的眯眯眼，实际上还是个阴险又阴阳怪气的眯眯眼，三两句就把对方气破防了。阴瑶和石龟同样互相看不顺眼，兔儿山便提出大家可以1v1团战嘛，最终定为兔儿山和湄公，石龟和阴瑶，泡面头和金太郎，以及被气破防的小弟和苏芳。阴瑶他们欣然应战，这时人群中一个妹妹头也站了出来，直接指明说想跟钟哥打。看到这个名叫左狐的人，钟哥眼睛都瞪大了，这下他也不得不参加了。双方约定好时间地点之后，阴瑶和几个新生一起去了秦叶的店，但包饭一端上来，阴瑶就啥也顾不上了，开炫。其实这家店一直都是著名的防风林集会场所，打架前都会来这里集合。因为湄公跟秦叶是老熟人，准确来说秦叶是湄公的意中人。纯情小处男阴瑶瞬间羞得满脸通红，怎么能光明正大讲这种事情？不过两人其实不是男女朋友，秦叶是湄公的妹妹，两人在同一个社室长大。阴瑶恍然大悟之后又疑惑不解，等等，妹妹不是姐姐吗？原来秦叶才16岁，阴瑶还以为她是个20多岁的大姐姐呢。这下别说金太郎想弄死她，一向和善的湄公都露出了和善的笑容。阴瑶这才明白为什么钟哥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不能让湄公知道秦叶受到危险的事情，而钟哥却在想狮子头连的事情。其实狮子头连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是一个纯粹追求打架功利的集团，但绝不会追着国中生到处跑。防风林以前曾经和他们打得天翻地覆过，打完后却莫名舒畅。然而等兔儿山当上总长后，这个组织就开始传出不好的传闻。明明以前的兔儿山和石龟是比谁都重视集团的存在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？湄公觉得肯定是兔儿山的问题，反正明天就能知道了，毕竟打架也是一种交谈。聊完之后大家准备离开，在门口的时候，那个国中生郑重地向众人鞠躬道谢。阴瑶哪受过这种待遇，非得傲娇一下，我又不是为了你才打架的。秦叶看不下去，教他这种时候说交给我就可以了。终于到了约定的这天，双方来到上次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阴瑶比平常更加的确定自己不会输。